受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任内第3次访美行程。外界注意到，他的这次访问安排在拜登提出的援乌资金遭国会拒绝不久，颇为微妙。近期民调显示，美国半数民众对继续援助乌克兰感到不满。但在美国国防大学的演讲中，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美国。Ukrainians haven't given up and won't give up. We know what to do, and you can count on Ukraine, and we hope just as much to be able to count on you. 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强调了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重要性，并感谢美国人的支持。一同出席活动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则在演讲中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可动摇。11月20号，奥斯汀从波兰乘坐火车突访基辅，并带去了总额1亿美元的新一轮援乌计划。And on this visit to America's capital, I hope that you will meet a similar spirit of fortitude and resolve. 根据美国白宫公告，泽连斯基与拜登12号在白宫会晤，双方将重点讨论美国援助的事项。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方面透露，两国总统将讨论武器和防空系统的生产。泽连斯基此次访问的时间点颇为尴尬。1周之前的12月5号，他原定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次演讲，在最后一刻被临时取消。突然取消约定好的元首议程，在美国国会历史上十分罕见。档案2天之后才揭晓。12月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援乌资金列入讨论程序。分析认为，泽连斯基这次改为向美国国会全体成员演讲的方式，来试图打动负责拨款的参议院。此外，他还将与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新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进行私人会晤。此前，约翰逊和其所处的共和党以美国边界安全需要做出重大改变为由，阻止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在国会议题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加之今年的美国国会其实所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剩最后这1周了。这一次访美，泽连斯基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会晤，其实是覆盖面是比较广的。选择了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可以说泽连斯基是为了当面的去说服反对军援乌克兰的共和党一派，也是为了当面向美国提出诉求，向美国提出继续军援乌克兰的诉求，是最后一搏，其现实意义要超过其政治意义。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1110亿美元的援助，但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近日透露，用于补充美军送往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储备的资金仅剩11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证实了这一消息。But they're in a ferocious battle now in the south and the east. We are running out of funding for them. 拜登主张积极援助乌克兰。今年10月，他曾提出打包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包高达1060亿美元，其中超60%给乌克兰，但被参议院否决。美国舆论认为这是拜登对乌克兰政策的重大失败，也是美国党争加剧的表现。事实上，今年1月，共和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以来，美国国会再未批准任何援乌资金。参议员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民众的态度。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认为美国在援乌方面花费过多的选民占比飙升至约50%。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应增加对乌援助。共和党参议员万斯在电视节目中表示，现在已经没有美国人相信乌克兰会在这场冲突中获胜。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with a brain in their head, Jake, knows that this was always going to end in negotiation. The idea that Ukraine was going to throw Russia back to the 1991 borders was preposterous. Nobody actually believed it. So what we're saying to the president and really to the entire world is you need to articulate what the ambition is. What is $61 billion going to accomplish that $100 billion hasn't?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同样陷入援乌疲劳。14号将召开欧盟峰会，但会前欧洲舆论认为，价值5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以及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2项议程都很大概率将遭到否决。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美国对乌克兰态度的转变让欧洲盟友的援乌信心也备受打击。德国《明镜周刊》在11号的报道中还指出，在欧洲经济不景气、俄乌冲突又久拖不决的情况下，一些欧盟国家倾向于越发理解普京。在美国与欧洲盟友的支持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乌克兰国内也出现了明显裂痕。11月民调数据显示，乌克兰人对泽连斯基的信心已经从高峰时的超过90%降至32%。
有当地媒体表示，美国援乌资金约占该国财政支出的1/3，而随着欧洲也跟随美国在援乌态度上越发犹豫，将令泽连斯基的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当前的俄乌局势是陷入了一个僵局当中。我们来谈论乌克兰和俄罗斯胜和负，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会坚守乌克兰战场，以达到他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略目标。会逼迫乌克兰或者说美国和欧洲重新的回到政治对话、回到和平谈判的这个桌子上，来逼迫美国和欧洲进行在乌克兰危机上的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与拜登会晤，并将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那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泽连斯基这次美国之行能收获什么支持呢？巴以冲突对乌克兰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一个呢是国际舆论的焦点从乌克兰转向了加沙，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乌克兰的大反攻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使得美国国内对于援助乌克兰呢有了不同的声音。美国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援助，但依然是个僵局。再提供更多的援助就能够改变格局吗？对乌克兰以及泽连斯基的质疑声音也在增加，尤其是美国两党在预算和财政问题上相互较劲，援助乌克兰的款项与美国边境管控以及美国的大选搅到一起去了。这意味着援助乌克兰这个事情跟美国国内政治议程捆绑了。需要明确的是，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一直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是坚定的，但是拨款权是在众议院，而且是共和党占多数。这种情形呢，多少跟冷战前的形势有点类似。拜登政府要兑现承诺，就要说服国会，那要怎么去说服呢？当年范登堡给杜鲁门出的主意就是要吓唬国会山上的议员们。现在拜登团队呢，也基本是这么个套路。他们的说法是，如果不支持乌克兰，普京就会赢，下一步俄罗斯就会进攻北约，威胁到美军及其盟友的安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打感情牌说，如果普京控制了乌克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北约国家还有我们的儿女都有可能成为更大冲突的一部分。国务卿布林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美国自己的观点。他说，援助乌克兰的资金90%以上留在了美国国内，因为武器弹药的生产都是在美国国内。泽连斯基也需要亲自做美国议员的工作，这大概是访美之行的核心目标。此次泽连斯基不仅访问了美国，而在之前他还出现在了阿根廷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对这样的安排您怎么看呢？俄乌已经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之中，无论乌克兰的战略反攻还是俄军最近发动的攻势都没有取得突破，这种状态大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僵持和僵局之下，每一方都面临着内外挑战，稳定自己的阵脚，鼓舞士气，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就成为了泽连斯基和普京的主要工作。普京最近也是旋风式的访问了中东，在莫斯科会见了伊朗总统莱西。而泽连斯基则访问了阿根廷，出现在美国国防大学。泽连斯基访问拉美，其目标呢，主要是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的力量。乌克兰需要得到全球南方的岛屿支持，即便这些国家不会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要避免全球南方国家被俄罗斯拉拢回去。除此之外呢，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也可以增强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和决心。俄乌冲突其实是对全球南方的国家呢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粮食能源价格上涨，冲击着全球南方一些国家的民生。泽连斯基需要稳定援助乌克兰的阵营。巴以冲突之后，乌克兰不仅面临着俄军的局部攻势，而且也面临着后援团意志不稳定的问题。美国和欧盟的领导人一再表示对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变，但是舆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泽连斯基需要面对和澄清，尤其是对于乌克兰战略反攻不顺的问题，更要对美国做说明。如果乌克兰没有能力扭转局面，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美国援助的动力就会下降。在僵局之下，俄乌的舆论战场更加的热闹。无论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追求胜利，都需要鼓舞士气。
普京总统最近表示说，乌克兰的资源正在耗尽，他们没有自己的基础和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产业，自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因此没有未来。而俄罗斯的国防生产能力不断的增强，提升了产能。泽连斯基则认为，普京将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转向了战争轨道。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乌克兰国内政局震荡以及俄乌军方高层谈判的消息不断的出来，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僵局之下的舆论战、心理战更加的活跃。